非有消息，四川航空最近接收了一架二手货机，也就是原来南航的 B-65 洞洞号空客 A330-200。65洞洞疫情初期退出后扔在了大兴机场，本来是想给土耳其，没有成功，最终转为货机，现在交给了四川航空。它于7月9号入列，使四川航空的机队达到了200架。在这架飞机交付之前，四川航空在中国的航司中排名第6，与深圳航空规模相等。这架二手货机的到来，使四川航空超越深圳航空，成为了中国航司的第5名。在它之前，现在只有南航、东航、国航和海航4大金刚。那么四川航空为什么能发展较快，超越深圳航空呢？有人说它已经资不抵债，为何还有钱买飞机呢？它究竟有哪些优势？是谁在支撑它变大？它的未来又如何发展呢？今天咱们来简单说一下。其实四川航空早已是中国的第5，原因是它很早就拥有了宽体机。它现在有24架宽体客机，是深航的4倍。所以如果按照国际上流行的客座数来对比的话，它早就已经超越了深航。四川航空超过深圳航空最大的优势是地理位置。由于身处大西南，四面都是高山，距离北上广深等经济中心城市较远，山地的高铁又贵又慢，成都到广州现在最快也得7个小时，600多元的车票，这给四川发展民航打下了基础。四川航空的第2大优势是经济。四川盆地人口众多，经济相对发达，因此无论是商务客流、务工客流还是旅游客流，都要比乌鲁木齐、西安、拉萨甚至是贵阳和昆明等这些城市更具优势。成都近些年引领文化创意，吸引了很多的游客。四川航空的第3大优势是全空客机队。它早年有过图154，也有过12届145，但自从2011年把5架12届都扔给河北航空之后，就一直保持着纯空客的体制，在全球都能排得上名号。波音737 MAX 在2018年、2019年发生严重事故，全球几乎80%的航空公司都受到影响，但身为纯空客机队的四川航空毫发无损。川航还是中国最早引进空客 A350-900 的航司，现在川航将它投入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等商务客流集中的航线，对服务有提升作用。反观深圳航空，现在仍然只有6架破旧的330-300，客舱密度大，两舱档次低，不受人欢迎。另外，川航也是较早引进空客 A320neo 的，它比较省油。四川航空的第4大优势是南航、东航、国航3位大公子都看好它。有不少消息说四川航空资不抵债，但由于前景看好，非有消息表明2023年底它获得了120亿的增资。当然也有人说西南局没有变成独立的航司本身就很冤，3位大哥帮衬一下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四川航空发展到今天，当然不能说都是帮衬的结果，实际上他自己也很努力，在重庆、昆明、西安、北京、天津、南宁，甚至是绵阳和西昌都设有基地，在西南地区的耕耘比国航的西南公司要卖力。西南地区有很多机场不赚钱，例如甘孜和康定等，但他一直守候，也算是比较有社会责任。在服务方面，川航的餐食一直被传说比较用心，这得益于他较早的与德国汉莎合作，从2000年开始就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，加之四川美食本身就名满天下，因此与国内其他多家地方航企相比，川航的餐食是顶呱呱的。人心可以聚拢一定的客流，但不能彻底帮助企业获胜。未来川航还会面临相当多的问题，它的航线网络内有很多的高原机场，必须使用较小的空客 A319 直飞，经济效益不好。它抱定全空客的战略，导致它无法使用更赚钱的波音777-200F 货机，这些都是复杂的因素或者劣势。但总体来看，只要北上广深还在那儿，高铁不提速不降价，川航的客流依然比较有保证。与昆明、贵阳、重庆以及全国的很多省会城市相比，这是巨大的优势。只要川航不瞎胡搞，还是可以维持并有望继续发展的。
甚至3年之内超过海航成为第4也是很有可能的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欢迎弹幕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